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这两天啊，我还是在采购东西，一直在琢磨着我应该怎么开始炼丹。哎，恰好啊，我想起了之前知乎上有一篇关于这些论文老怪们他们的水平，用这个修真的这个顺序啊，给大家排了一下。哎，我们呢也借这个来给大家理一理。那看过这个网络玄幻小说的啊，我们之前有过一期专门讲过中国的这个网络作家的这个一大贡献，就是丰富了网络这个神话体系。包括这个炼气的体系，虽然现在真气还没有恢复，理论已经现行了，对吧？那我们说说呀，我要开始炼丹，那不可避免的，肯定还是，从练气期开始，可能这叫什么中老啊，可能也就是个练气期的这么一个水平啊。那当然这里边啊，就是各个小说呢，它的这个体系是略有差别的，我们就以凡人修仙这个排的嘛，大家排一下，你看啊，炼气是吧？筑基啊，结丹，然后元婴老怪，然后化神啊，再来就是炼虚境，其实合体境，然后大成，最后变成真仙。那真仙后边还有金仙啊、太一啊、大罗呀，那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啊。咱就说这个炼气，就这个境，可能把大多数爱好者都困住了啊。就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民间的炼丹爱好者。像我这样的，或者像一些群里边啊，或者是已经开始练过几十路丹的，大部分还都在练气境徘徊。可能到最后，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点，你可能最终还是个练气境。那筑基境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按照论文练完了，自己呢用别的方法练完了，练完之后呢，感觉到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好像这个东西就是假的啊！你看，本来就是一眼假嘛。你看，我现在我烧完了还是假的。再往后，结丹境就厉害了。结丹境呢是正反实验都做了，形成论文了。论文呢还投了预印版，投了 archive， 这就我认为就到了结丹境。那什么是元婴境呢？专利呀，有论文有专利。那现在呢，可以说国内复现的大队伍啊，水平高的这些博士们啊、专家们，很多已经到了元婴境，能不能再进一步呢？这个不好说。那到化神境，那就比较缥缈了啊。这个化神境呢，我们甚至都在怀疑 LK99 那俩兄弟他是不是已经进入化神境了，是吧？那按照 LK99 他们自己的说法呢，我早成真仙境了，是吧？这差的10万8千里呢。那如果呀，我们讲前面说的这个元婴境哈，如果啊你论文在中国申请了，那么正刊也发了，我觉得至少能跳过2个境界，能跳过化神和炼虚，直接进入合体境啊，这些啊都还比较缥缈啊。所以呢，现在来说呢，你大概拢一下，大部分人啊，这个无论是 DFT 理论研究的，不是有朋友说过吗？理论研究的那些论文全是垃圾。我觉得也差不多，因为你这个理论能不能指导这个史文超导的这个研究都难说的。所以呢，理论研究的还有烧丹的已经发论文的，大部分都卡在了元婴境，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呢，我现在觉得呀，就是我如果拿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气枪啊，像这打火机一样啊，就这么烧，我估摸着顶多就在炼气境徘徊。实际上也是很无奈啊！你就算烧出好东西了，你会舍得去做这个X 实现衍射的分析吗？会做这个成分分析吗？是吧？一进入到真正的专业境地，那花钱无数，对于这些业余爱好来说也没必要。实际上我们图的是什么呢？第一，图一乐呵；第二个，图一个比较清奇的这种好奇心。你看复习一些中学物理知识，没准还触摸到了世界最先进的物理科技的前沿，就图这个就行了，是吧？也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我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来玩啊。实际上呢，比如说我后边那个白板上写这个离心烧结 DIY 这个想法，有很多朋友都在想，包括前一段比较火的那个悍将水冷啊，他自己号称呢用一个 Win7 的 Media Player 粗分辨率的弄了一个悬浮我当时我就是很直接的，我认为人家说的很明白，我这就是悬浮，既不是史文超导，也不是磁悬浮，我就是悬浮，我实现了，所以我没必要质疑他视频的真假你就看他后续的没了，那没了就没了嘛，是吧？
那跟太监还不一样啊，没了就没了。我个人认为啊，悍将可能也没逃出这个练气镜这个水平。我不是说人家悍将水平不行，而是他是否是真的找了专业人员去检测，就他那个架势啊，有点避暑自珍，他不一定肯拿出来让别人检测。所以呢，你不检测，你不发论文啊，你申请专利的话，你谁信你啊，是吧？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民间炼丹啊，只要没有这大规模科仪器做支撑的，都处于练气境徘徊啊。筑基可能还远着呢，好吧？那说回过头来，我们说一下这个离心烧结。那悍将呢，他这个大家后来扒他的工艺，可能觉得他的核心可能就是离心烧结。离心烧结这东西呢，其实不难啊，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做首饰的是吧？他们首饰的那个纹路啊，很细很密的，通过离心烧结，这种旋转的方法呢，这个铸的，就是说这个不叫铸造了，就是倒模啊，就整个就做的比较好。那我们想想啊，其实离心烧结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为了让烧结均匀嘛，是吧？那你就不必要那么复杂。我在想着土法炼钢啊是有它的办法的。我们看一下我自己扒的东西啊，看一下我的这个图片。好，这是从网上啊我找到的这个中频炉啊，这个 DIY 的部件啊，这是石墨干锅。为什么要用直筒型呢？因为你用这个广口的那种东西，它转起来容易甩出去嘛。这个石墨干锅容易盖盖，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容易做支撑。一会儿再说为什么要做支撑。你看，类似于这样的线圈，网上一抓一大把啊。这类似的都是几百块钱不等，从几十块钱到1000元之内的都可以做到。你看它这个东西，加热12毫米的扳手，它就很快加热好了。它这个铜管还套了一圈这个防热的这个防热层，挺有意思。那好了，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础来说啊，找一个比线圈小一些的这个干锅。在干锅下边呢，做一个支撑的平台。这个核心呢，其实就是这个平台，就是第一个平台上放这个加热装置，这平台上有个洞嘛，有一个旋转部件可以接上这个干锅，让干锅呢在线圈里边直接转。如果你速度很高，比如说我们达到1000转的话呢，那你如果下边的支撑不是很稳，那你上下都要支撑。这个实现也简单，说实话，只要这个同心度可以，别太偏，不用做什么，因为这里边东西它总归要甩起来的是吧？你做这动平衡什么的也没啥意义，你只要保证在1000转左右的过程中，整个结构不会失散不会解体揪了。第二个呢，做一个结实的壳子，安全第一。至于说温度检测没必要，因为它这个炉子呀，说实话烧到1000多度也就差不多了。你可以中间通过断电是吧，来控制它的这个烧结的时间嘛，让它一直在转。这套装置弄下来，我觉得你家里边有个电钻的、台钻的，我这有好几个电钻的稍微改一改，基本上我觉得500块钱500块钱就能做一套离心烧结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说将来有啥用呢？我也不知道有啥用。唯一的毛病就是说会落埋怨等这个 LK99 这个风波平息是吧？尘烟落地，你留了一堆这个没用的玩意儿，你会挨埋怨的。小心家里边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其实我觉得这个离心烧结没多神秘的，无非就是转起来嘛，甩起来嘛，对吧？就这么回事。那讲完这个话题我们再讲一下韩国的消息。看一个油管的视频很好玩。各种思密达我当然韩语听不懂，不过咱有办法是吧？这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新的一个频道，也不算很新，也还可以的，8万多关注的。那这个频道呢，他讲他说呢，有新消息了。谁的消息金教授的消息。金教授什么消息呢？说呢，金教授在威廉玛丽学院那个金贤卓教授呢，和他的同事敏特教授呢，将在11月2号举行一个关于 LK99 的研讨会预计会有重要消息公布。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韩国会放入这个消息呢？因为它这股票前几天不是涨得很疯嘛，那有涨就有跌那一跌下来，那这些鼓吹这个史文超导的这些频道，他们就流量就下降嘛，所以他们要鼓捣出各种各样的新消息来，说明超导可导可行。于是这个消息就出炉了。这个消息我没核实我只是看这个频道里边我通过翻译各方面找到这个信息了。那么国内呢，这个有的网站也介绍过。
那 APL 论文现在 LK99 还没有发，但是他们说呢，英国的量子杂志预计将刊登第三方的论文。这个第三方具体是谁呢？也没太说。那英国物理学会对 LK99 呢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是他的网站上说的不是他这个油管频道说的具体是不是肯定态度我还没核实。所以新论文也会有积极的结果。他的意思实际上还是想让这个股票继续涨所以这个韩国人现在炒这 LK99 炒这个超导股的是非常的疯狂疯狂至极。那这里边但是他说到这个明塔教授呢，他是和威廉玛丽学院和这个金教授是同事那么据说呢他们也有这个 LK99 的样品至于11月2号会不会割，到底有没有这个消息，还需要后续的这个消息来支撑据说呢已经有人和金教授通过话了这个 Minta 全名呢叫 Gunter L. Minta， 是威廉玛丽大学的这个物理系教授，他毕业于普渡大学是物理博士，长期从事这个超导材料电子传输的研究，发表很多论文也是美国的一些物理学会的领导参加过很多这个超导材料这个研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都是比较活跃的。那他现在呢看起来是站台支持 LK99 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到底靠不靠谱我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是 wait and see 是吧？因为这个一个消息你起码都有几方渠道拿过来核实才知道真的。那最好是这个金教授他自己说，老金呢自己是很有信心的他之前就是说自我设计的那种怀疑，说什么东西就是说石墨的抗磁性能比石墨抗磁性高5000多倍呢，是吧？你不是超导没法解释所以现在呢他这块呢可能也是在等着论文。那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韩国的亲戚朋友各种各样渠道找到的人都试图和他联系有的有录音有的有视频等等。这个事儿我们还要继续再看看因为11月2号吧没几天了11月2号会不会办这研讨会？不是前面这个 CES 的这个发布会已经割了吗？看看威廉玛丽学院这个明台教授和这个金教授他们的这个说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呢这个所谓的 Energy 他这个杂志英国物理学会他们会发什么论文，这个我也盯着。那好的，关于 LK99 炼丹他的这个设备 DIY 和我准备的情况，以及最新的金教授他们这个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发布会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